这一讲我们进入武帝建元6年，开春一场火灾，入夏一场火灾。进入5月，一桩真正的大事件发生了，太皇太后过世。太皇太后窦氏，汉武帝的亲奶奶，终于走完了传奇的一生。她本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弱女子，偶然做了吕后的侍女，偶然被赐给诸侯王，偶然被代王刘恒宠爱，偶然代王刘恒做了皇帝。一切的一切来的都不用力，而仔细回味，仿佛正是老子所谓的柔弱胜刚强。不然的话，一个人的运气再好，他也不可能好到这种程度吧。所以不难理解，这位老人家对黄老之术为什么会有那么重的执念。而早年的民间经历，还有和文帝相伴的那些年，也足以使他知道，勤俭节约是好的，铺张浪费是坏的，息事宁人是好的，无事生非是坏的。不管是持家还是治国，最基本的道理还不就是这么朴素吗？而儒家那一套歪理，还有孙儿那一派纨绔子弟的习气，不就是铺张浪费，卖价无事生非吗？自己的丈夫儿子辛苦操持的这份家业，也不知道够不够这个小孙儿糟蹋的。老人家在临终的那些日子，应该是怀着深深的忧虑吧。随着太皇太后的死，年轻的武帝终于可以野马脱缰了。低头看看身边，万一禅关虚然破，美人如玉剑如虹。放眼看看天地，云蓬积水南明镜，双剑凌空北斗地。当初太皇太后给武帝的儒家改革踩刹车，逼死赵绾、王臧，罢免田汾、窦婴，任用第3代博志侯许昌为丞相，第3代武强侯庄钦迪为御史大夫，延续着旧有的政治传统。但架不住王太后喜欢弟弟，汉武帝喜欢舅舅，许昌只是在丞相的岗位上充数而已。田汾虽然名义上闲居在家，但没有朝廷大事，武帝呢纵要征询他的意见。所以田汾和窦婴虽然以平级身份同时遭到罢免，真正被头衔治散的却只有窦婴一个。等太皇太后一死，窦婴和所有的窦家人彻底失去了靠山。窦婴如果可以认清现实，只要安安静静的退出政治舞台，倒也大可以安享颇天的富贵。但无奈被簇拥惯了的人，最是受不了冷落。窦婴该如何安身立命，后面会有不少好戏。现在我们且看田汾。就在太皇太后过世仅仅6天之后，丞相许昌就被免职，田汾上任。田汾这个人不但权力欲很重，物质欲同样很重，而且呢很高调，一切骄奢淫逸都摆在明面上，还广开受贿之门。但田汾确实有这个本钱，他每次入朝奏事，都能跟这个武帝呢聊上很久。只要是他提出的建议，就一定会被武帝采纳。只要是他推荐上来的人，甚至可以直接被安置在2000石的级别，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。田汾之所以会有这种做派，史记给出过一种解释，说田汾个子矮，模样丑，所以总会刻意端架子，展现自己的地位有多高，多受皇帝的宠幸。也就是说，他比普通人更需要借助外在的尊崇来弥补先天的不足。此外还有一个管理学上的缘故，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，诸侯王大多年纪不小了，而皇帝即位不久，年纪呢还轻。田汾认为自己以麦妻身份担任丞相，如果不摆架子，不狠狠地杀这个诸侯王的威风，天下呢就不会整肃。倒也言之有理。不过换个角度来看，田汾的这种做派看上去特别像传说中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。管仲被齐桓公给予充分信任和充分授权，可以大展拳脚，操办一切，把齐国呢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把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位置。而管仲的私生活不但骄奢淫逸，甚至到了非礼的程度。但谁让人家政绩好，贡献大呢？非但齐桓公不以为意，齐国人民都觉得这是管仲应得的。那么
管仲把事情都做了，齐桓公在做什么呢？齐桓公就只有2件事要做，一是在国际社会上露脸充分体验霸主的尊崇和荣耀；二呢是吃喝玩乐尽情的享受生活。齐桓公和管仲的这种模式称为虚君实相，是历朝历代很多士大夫热心追求的理想政治结构。这似乎也是田汾的追求。在他看来，汉武帝可以爱打猎就打猎，爱搞女人就搞女人，国家大事全由着自己照看着，没啥可担心的。如果田汾遇到的是齐桓公，哪怕是秦二世，都可能君臣相得。但问题是汉武帝不一样，他并不觉得搞政治是一桩无聊的事，反而很快就体会到了法好施令排兵布阵的快感，所以对田汾的态度慢慢的变了。司马光记录了2件事，一是武帝有一次忍无可忍，对田汾说：“你任命官员还有完没完呀？我也想任用几个人呢。”二是田汾想要扩建自家豪宅，请武帝把皇家器械制造部的空地划给自己。武帝大怒，说：“你怎么不把武库也要居呢？”经过了这2件事，田汾的起眼才算是稍稍收敛了一点。从这2件事来看，武帝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有了很好的政治分寸感。田汾呢，仗着自己丞相的职位和外戚的身份，不管再怎么穷奢极欲，甚至收受各种珍奇的馈赠，武帝并不很有所谓。当然，武帝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从小呢就见惯了这些。但是当武帝发现田汾的举动僭越了皇权，反击起来，就完全不留情面了。唐朝名相李德裕特别欣赏汉武帝这种简单一句话就怼死人的风格。他说自己历仕6朝，在2位皇帝身边做过宰相，深深感到帝王和群臣说话不宜引经据典、滔滔雄辩，而应当像汉武帝这样见解恰当。秋8月，东方出现彗星，横贯天穹。果然呢，出乱子了。挑起事端的又是芈月。芈月先前进犯东欧，被汉帝国的援军吓了回去，但东欧经此一役，不想跟芈月做邻居了，于是家园不要全部人口做了汉帝国的外来移民。芈月一见打不了东欧，这回一转身打南越去了。大约是因为南越国王赵佗前年过世，现任国王赵胡还没能把国政理顺，这才让芈月感到有机可乘了吧。那么当国家遭受敌人的悍然入侵，南越应该怎么办的？应该保家卫国，奋起反击吗？并不是，因为南越是有大哥的。根据宗主国和藩属国的约定，藩属国挨了打，千万不能打回去。这就像今天法治社会下的自然人一样，打回去就叫互殴。合法的做法就是在尽力自保的同时，赶紧报警，由警察出手打击违法犯罪。汉帝国作为宗主国，就是当时的世界警察，有义务保护南越，而且南越乖得特别到位，老老实实的挨芈月的打不还手，派使者向汉武帝上书，请天子主持公道。南越都乖到这个份上了，可想而知武帝非管不可，不然这张脸以后往哪儿放呢？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，远征百越之地，谈何容易，一路上注定千难万险。当年龙绿侯周造远征南越，还没打就败了，因为行军途中遭遇了南方的酷暑和阴雨天，疫情在军营当中迅速传播，军队根本没有能力逾越五岭。还好周造熬到了吕后驾崩，南征呢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汉帝国的实力面前，芈月虽然不堪一击，但汉军担心的并不是作战，而是南方要命的气候和地形。既然南越必须救，必须扬汉帝国之雄威，那么汉帝国能做的就只有2件事：一是远征军的规模足够大，损耗无所谓；二是分进合击，不把鸡蛋放进同一只篮子。武帝正是这么做的，派王辉兵出豫章，韩安国兵出会稽，以重兵出击芈月。太皇太后已经撒手亏妻了，武帝调兵可以光明正大，
再也不必像先前派遣庄助那样不给虎符，只给使节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淮南王刘安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，竟然上书劝谏，请武帝收回成命，没必要拿汉帝国的宝贵的人力物力去干涉蛮夷事务。反正无论是成是败，都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。刘安的这篇上书长篇大论，竟然被《资治通鉴》收录下来，占了不小的篇幅。核心意思可以归结为3个字：不划算。刘安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后人给拟了一个标题叫做上书剑伐南越。文章透露出来很耐人寻味的信息，那就是汉帝国已经连年遭受自然灾害，粮食严重欠收。就说最近的事儿吧，前年欠收，去年呢又遭遇了蝗灾，老百姓的生计还没能安顿好呢，为什么还要劳师远征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所谓连年自然灾害，《资治通鉴》只记录了建元3年的黄河决口和建元5年的蝗灾，哪来的连年呢？不过这种大事件，刘安既不可能象壁虚构，也不可能夸大其词。汉帝国因为自然灾害而财政压力大，这总不该是假的吧？刘安给出的理由应该算是很强有力的理由了。那么武帝有可能听得进去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